各位朋友啊，老 A 啊，现在在国内呢遭到了一些这个反贼和大侄子的围攻啊，他们呢没有来过美国，他们觉得老 A 啊，把他们这个心目中的那个自由灯塔的形象给彻底的砸碎了啊，他们不能接受他们心目中的精神祖国美国的轰然崩塌啊，是吧？他们说老 A 是造谣。那有这个粉丝呢，也给我发来了爆料说：“浩哥，你帮我们看看这个是真的吗？啊，因为过于离奇啊。”他说我不敢相信，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他说呀，哎呀，网上呢现在流传着一段，说是中国留学生、女留学生法国小分队的群的内部的聊天儿。我们看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呀？现在这个中国的女留学生可以说是由于老 A 的横空出世，他们在这个国内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大家好，我是林耀，今年27岁，坐标成都。我的前任是一名纯正的美国人，我也差一点加入了美利坚。可是我在外面转了一圈之后，我觉得还是我们祖国最好。我很想知道，你出国留学是真的想嫁到那边去，还是单纯的想体验一下外国风情啊？是不是你们出去留学的女生都喜欢交外国男朋友啊？不喜欢体验异国他乡的，怕是男生居多吧？我觉得你很没教养啊。被问急了啊！那么为什么这么敏感呢？看看这个留学法国的姐妹分队这个聊天记录吧。这位女流说，每次跟他上完床我都瘫死一样。哎，这位女流说感同身受啊，说我说我身体受不了了，进来一半多还能勉强接受，但每次快射的时候还是正面进来的时候还能抓住他们那玩意儿控制深度，从后面进来不说深度，菊花都防不住啊！你可以尝试让他们根部套环。我靠！好，咱们看完了再评啊。哎呀，这位干脆就直接把擀面杖亮出来了吗？啊？那你让他整条插进去的吗？说他掏出来的时候我人都傻掉了，反正当时插的脑子发麻，晕过去2次，那次真的是有些后怕，感觉已经不是自己的身体了。真晕过去了吗？啊，说疼啊，肚子一直疼，是吧？啊，说那个是菊花就那个菊花啊，对吧？你怎么能说屁眼呢？这说的你没被那个干过一样。好家伙，说看到你这张清纯的脸，我都想不到你被干菊花那个样子。说回国一个比一个矜持，我都快认不得他们了啊！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啊？啊，我说被那个干怕了，现在都是拒绝的了。好家伙，说这不会连环一起都进去了吧？啊，还没练到那个啊，这个一眼就能看出尺寸的那种程度。只要上课发现嗓子哑了，大家都懂了啊。说一次喊1个多小时，2次就得喊3个小时，不哑才怪呢。主要是嘴里边缺一根。说你们越来越放肆了啊！一个个的天天被内射，还要假装矜持啊！说射进菊花算内射吗？哎，我的天哪！说不怕粗的就怕长的，又粗又长的干的都报母语了啊！说四川话都被干出来了，粤语都被干出来了啊！羡慕你们还报母语，我除了惨叫根本喊不出话，以后都拒绝了啊！怕毕业前就坏掉了。我的天哪！啊，反正是22厘米啊之类的吧啊！这有一说一啊，有一说一，朋友们啊，其实呢，这个白种人啊，
它那个平均的尺寸呢，也就比那个中国人长那么1厘米左右。实际上很多的白种小伙还没有这个中国男人雄壮，但是他们这个群里边说的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啊，朋友们，这群里边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呢？那个以我对身边的这些中国女留学生的观察，我觉得大概率的是真的啊，因为很多的这个中国女留学生真的就没有父母在身边，就放飞了自我了啊，真的是堕落的比白妞都快得多，也开放得多，这是真的啊，这倒是真的。这帮女留学生在群里面聊这个，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啊，对吧？你看啊，曾经呢，那个网上有这么一段视频，就是在英国剑桥留学的一个比较小巧的中国的女留学生啊，一边给她的那个白人男朋友吹箫，一边呢，白人男朋友的这个中国的一个男室友在旁边玩电脑游戏，时不时的还回头跟他俩聊聊天。真的啊，其实老 A 说的这，我告诉大家吧啊，不夸张，真的是不夸张。这个群聊天记录大概率的是真的，所以老 A 呢现在呢在国内就受到了大侄子们还有这些怕被揭短的女留学生的集体围攻，逼得老 A 跑到观察者网上去做澄清去了啊！那为什么你还没说这个尺寸问题了？那怎么回事呢？这些女留学生呢找到了尺寸特异的，他才会出来说啊，尺寸太小的他也就不出来说了啊。那况且还有一些黑人呢，黑人的平均长度那是真长，这个毋庸置疑啊，对吧？好吧，看看老 A 到了观察者网，留学的某个部分群体会有一些风波，就是我和我身边的一些同学们，他们都被一群打着这个老 A 粉丝旗号的人他们会引用一些所谓老 A 说过的话，然后去对某个特定的留学生群体贴上一个标签之后，进行大规模的这样一个网暴，或者是说一种怎么样呢？污名化吧。新一轮基于这个以老 A 这个言论作为某种这个所谓的 quote 的背书引发的这种生分对立，很像这个美国现在这个流行的身份政治嘛。对。但是呢，这种对立呢，到了今天，对于这个像新知这样这种学霸一样的女留学生来讲，确实是被卷入其中。对，但是这个过程中，我还不能够说什么，就不能去自证。其实你有的时候去反驳，甚至是你越反驳，这些人越兴奋，那这样其实反而我觉得正中了他们的下怀。所以说，正好我们今天请到了老 A， 就想请你来说一说，你对这一波风潮，作为这个你没有参与，但是你却处在这个暴风眼中间的人，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群体，以及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他们其实就是想搞我，就是这群人浑水摸鱼的，有想搞流量的，搞什么都有。因为那个东西它实际上断章取义嘛。我那一期主要讲的是要让中国的留学生去注意，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得注意到美国这些东西。你要是随便的，就是不安什么一些防备心的话，你不设任何防备去到那些场合，你很容易被他们算计，这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就是我是没有想搞对立的，因为本质上是我是男生也讲了，女生也讲了，他们就是断章取义嘛，把专门那个讲女留学生会遇到的问题的那部分单独截出来，去做一些引申甚至是就做一些不怀好意的解释然后拿着去攻击别人。然后这样就是他们可以赚流量的同时也可以搞我，这个是他们很常见的手段了。是的。
就是我觉得也一定程度上是树大招风嘛。我听过一种说法呀，就是说他们发明的那个就是非常不雅的那个词，是不是其实也不是说由你原创的？不是我原创的，是在弹幕上发的。是有人在弹幕上发的，有人刷。因为老 A 的这个弹幕嘛，对大家呢就经常喜欢这个接茬啊。是的。我的弹幕里面是吧，有很多那种非常逆天的弹幕。就是当时是他们说的，我就接过来说了一句。就这么简单。那个东西甚至还不是我原创。所以说其实他说到这个程度，我大概就能够了解，就是说这个事情它在这个事情的一开始传播的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自己观察下来，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贴标签这个事儿亘古有之。它是一种非常基础的所谓斗争的手段，人与人争斗的手段。怎么说呢？像这个太阳一会照常升起一样，是互联网时代的常态。就说到底嘛，这个劳 A 就是他的这个火，是因为揭露了美国的一系列的现象。我们讲呢，这个现象呢是美国它现在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啊，包括它的这个历史因素导致的啊。基于我们讲这个，我们就是在消费的经济学里头称之为痛苦支出啊，过高的痛苦支出和刚性支出导致的一系列的经济乱象，叠加到这种微观的个人的这个前途命运上啊，也就是劳 A 在过去几个月里持续给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斩杀线，包括各种各样美国这个底中高层人群啊会遇到的一系列困境，是吧，劳 A 同志？是的，是的，他们就是，而且是全民化的，而且就是除开极少数高层能够，就是不管是政治界还是这个资本界能够逃离的话，就绝大多数人都是逃不开的，都是拥有这种痛苦消费。就是说白了，每一个人的屁股后面有老虎在追他们，不停的在追。对，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就好像有一只蜗牛啊，不断的在追着你，然后呢，你在吐着血去跑一场马拉松，就是只要说你停下来，那么呢，你会被蜗牛追上，然后呢，你死掉，然后或者你吐血。没有那么温柔，没有那么温柔，对，没有那么温。蜗牛还是很温柔，一般是老虎。对，一般还是得找一动物啊，熊啊、老虎啊，就这种刚性的支出呢。但是呢，对于这个我们。其实呢，经过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实例的验证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女流子的那些聊天啊，劳 A 的含金量呢，其实还在上升。你在美国生活的人呢，你才真正的体会到啊，劳 A 说的，你这个生活中啊，就有一只老虎在背后永远的追你，真的啊，真的是这种感觉啊。为啥呢？那你比如说啊，美国呀，突然的巨额支出太多了。美国的法律啊，简直就是一个吃人的无底洞。你只要是稍微的违法，哪怕是轻微的违法，你面临的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的赔偿。那你赔不起怎么办啊？咱就不说平时的这些了啊，这些小老虎了，房产税就是个小老虎吧，你得永远去挣这笔钱。那房子是你的，你以为就是你的呀，对吧？啊，你医疗保险你得交吧，对吧？啊，这都是小老虎了。但是，那些巨额的大老虎，这是在美国生活的人，你哪怕是亿万富豪，你也受不了，对吧？麦当劳烫了一老太太就能赔几亿美金，你一个普通人如果摊上个事儿啊，100万美金索赔10万，那都是少的。各位，美国的法律真的不是保护普通人的。劳 A 的含金量现在已经到了24K 纯的了，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